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成功学，我们聊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为什么你每天工作8小时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却依然觉得生活毫无意义？Dan Cole 在《目的与利益》里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暴击。他说，现代社会最成功的骗局就是让我们相信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。你被困在一个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体系里，他把你培养成一颗螺丝钉，去为别人的梦想添砖加瓦，然后换取一点点可怜的、刚好够你维持生存的薪水。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奴隶制。你之所以焦虑，是因为你的大脑在抗议。你的大脑不是为了处理那些枯燥的报表而进化的，它是为了创造、为了生存、为了克服困难而进化的。当你每天做着重复性、毫无目的性的劳动时，你的灵魂就在萎缩。Dan Cole 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：如果你不给自己创造一个目的，你就会被卷入别人的利益漩涡。今天这期分享，我就是要带你跳出这个漩涡，告诉你如何把你这个活生生的人，你所有的痛苦、兴趣、经验，转化为你在数字时代的最高杠杆。我们来聊聊第2部分，如何发现你的人生工作，也就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很多人问，我不知道我的热情在哪里，我该做什么？Dan Cole 的回答非常直接，不要去找热情，去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？解决你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最令你痛苦的问题。这就是人生工作的起点。你过去几年克服了什么困难？是减肥成功了，还是学会了如何管理焦虑？或者是你钻研出一套高效学习的方法？在互联网时代，这就是你的资产。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正处在你曾经处过的黑暗里，他们需要你这个过来人的指导。你的工作不是去应聘一个职位，而是去成为一个向导。这就是 Dan Cole 说的一人公司，你就是你的产品，你的经历就是你的品牌。当你开始分享你如何解决问题的过程时，你就在建立一种无人能取代的竞争力，因为没人能比你更像你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部分，数字时代的最高杠杆，也就是注意力与内容的深度拆解。我们来聊聊最核心的财富逻辑。很多人对杠杆这个词有误解，觉得那是金融大鳄玩的东西，但在Dan Cole的世界里，杠杆就是你投入1份力，却能产生100倍、1000倍的回馈。在农业时代，杠杆是牛和土地；在工业时代，杠杆是机器和廉价劳动力。但在我们现在活着的数字时代，最强大的杠杆只有2个：代码和内容。代码太难了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写，但内容是我们每个人生而为人的天赋。为什么我说内容是最高杠杆？你想想看，你每天在办公室跟同事开会，你的话讲完就没了，它只影响了那几个人。但如果你把你的思考录成视频，写成文章，只要互联网不倒闭，这段内容就在帮你工作。它在凌晨3点帮你跟世界沟通，它在帮你筛选志同道合的人。Dan Cole 提醒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真相：如果你不创造内容，你就在被内容消费。你以为你在滑手机放松，其实你是在给那些内容创作者贡献数据，你在帮他们赚钱，而你付出的代价是你最宝贵的资产——注意力。很多人说，我没什么好写的啊，我又不是专家，这就是最典型的专家陷阱。大家听好了，现在的人已经厌倦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专家，大家想要看的是进步中的普通人。你不需要成为珠穆朗玛峰，你只需要比那些还在山脚下的人多走一段路，然后回过头告诉他们哪里有坑，哪里有水源。你的内容不需要完美，事实上，太完美的内容反而让人觉得虚假。你要分享的是你的斗争过程，你最近在学什么，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你是怎么克服那种想放弃的冲动的。把这些东西写下来，这就是最有价值的内容。你要把互联网看成一个巨大的24小时运行的自动化过滤器。当你持续输出关于某个主题的看法时，你的声音会穿过嘈杂的噪音，精准地击中那些跟你频率相同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 Dan Cole 说，个人品牌就是人生。当你拥有了这群人的信任，你这辈子就不可能再缺钱了，因为信任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，而内容是构建信任最快的路径。别再想着去投简历了，去发布你的思考。每一篇推文，每一段视频，都是你在数字世界里买下的房地产。接下来我们聊聊第4部分，专注力的艺术，如何在混乱中保持清醒的极致修炼。如果说内容是你的武器，那专注力就是你的能量条。没有专注力，你懂再多道理也是白搭。Dan Cole 在《目的与利益》里提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，叫精神熵。熵就是混乱，
如果我们不主动去管理我们的大脑，我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滑向混乱、焦虑和自我怀疑。为什么你总觉得累？不是因为你工作太多，是因为你的心智太散。你一边写报告，一边想着昨晚的八卦，手还不自觉地去摸手机，看有没有新消息。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同时开了50个视窗的电脑，风扇狂转，但什么软件都跑不动。Danco 建议我们必须要把深度工作当成一种宗教仪式。你要明白，大脑进入状态是需要时间的。当你被一条微信消息打断，你可能觉得只花了5秒钟回复，但你的大脑要重新回到刚才那种深层的思考状态，至少需要20分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忙了一整天，却觉得什么都没做成。所以具体怎么做？首先，你要进行视觉屏蔽，你的工作空间必须干净，手机不能出现在视线范围内，最好放在另一个房间。因为只要手机在旁边，哪怕你不去碰它，你的大脑也会分出一部分带宽去抑制想看手机的冲动。其次，你要学会清晨专注。Danco 非常推崇早起后的前4个小时，这段时间世界还没醒，没人会发消息吵你，你的多巴胺水平是最稳定的。不要查邮件，不要看新闻，不要去管别人的破事。这段时间是留给你自己的人生工作的。如果你把这最宝贵的时间给了别人的需求，你就是在慢性自杀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你要学会主动无聊。现在的人根本不敢无聊，排队时看手机，坐车时看手机，甚至上厕所都要看手机。当你不断用垃圾信息填充大脑的每1秒空隙时，你其实是在阉割你的创造力。伟大的灵感往往产生在发呆的时候，你需要给大脑留白，让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在你的潜意识里发酵碰撞。专注力不是一种天赋，它是一种肌肉。你每天坚持关掉通知，每天坚持只做一件重要的事，这种肌肉就会越来越强大。当别人都被信息洪流冲走的时候，你依然能稳稳地站在那里，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。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第5部分，构建你的生态系统，从内容到产品的商业闭环。好了，现在你有了影响力，也就是内容，也有了产出能力，也就是专注力。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怎么把这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利益。Danco 的商业逻辑非常迷人，因为它不需要你变成一个油腻的销售，它的核心逻辑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然后分享这个解决方案。你要构建一个艺人公司的生态系统，这个系统第一层是你的免费内容，这就像是你的店面，让大家知道你是谁，你能提供什么价值。第2层是你的深度思考，可能是你的电子报或者是长视频，在这里你跟你的核心观众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，你不再只是给他们提供碎片化的信息，而是在传递一种系统性的逻辑。第3层才是你的产品。很多人一提到卖东西就不好意思， Danco 会说，这是因为你的出发点错了。你的产品不应该是为了从别人口袋里掏钱，而应该是为了节省别人的生命。你想想，你花了3年时间，尝试了无数错误，最后总结出一套高效的健身方法，或者一套克服拖延症的系统。别人如果想达到同样的效果，也得花3年。现在你把这套经验打包卖给他，他只需要花几百块钱和3个月时间。你是在卖产品吗？不，你是在卖3年的生命。这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交易。所以你的产品应该是你人生轨迹的产物。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，你分享的不是代码，而是如何保持逻辑清晰的心法。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，你卖的不是图稿，而是如何捕捉审美灵感的系统。在Danco的体系里，你不需要去研究什么市场营销学，你只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不断提升你自己，去解决更难的问题。第2，把你的过程记录下来。当你的生活变成了你的事业，你就再也不需要退休了，因为你每天做的就是你热爱的事，你的每一分努力都在加深你的护城河。这不是那种需要你有几百个员工的传统企业，这是一个由你一个人控制，利用互联网杠杆实现利润最大化、痛苦最小化的现代商业模型。这就是目的与利益最核心的启示。不要再去当一个为了钱而工作的机器人，去当一个因为有目的而获取利益的创造者。最后，我想聊聊心态，也就是第6部分，打破社会洗脑，重新定义成功。社会告诉你，成功就是买大房子、开好车、升职加薪，但 Danco 提醒我们，那种成功往往伴随着自由的丧失。你赚的越多，你的开销越大，你对那份你讨厌的工作的依赖就越深。真正的成功是自主权，你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工作，你可以选择跟谁在一起，你可以选择拒绝你不想做的事。这本书最触动我的一点是，
它告诉我们，生活不应该是一场苦难的马拉松，而应该是一场充满好奇心的探索。当你把利益建立在目的之上时，工作就不再是消耗，而是滋养。说完了这个，我们再来做个结语：行动吧，去创造你的人生工作。说实话，听完这些，你可能觉得很有道理，但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小声音在说：我真的行吗？丹寇会对你说：你不去试，你就永远在别人的剧本里当龙套。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的员工，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觉醒的创造者。去开始吧，哪怕从每天写100个字开始，从录制第一个粗糙的视频开始。你的痛苦就是你的导航，你的兴趣就是你的工作。这是一场长跑，不要看短期的数字，要看长期的成长。如果你能坚持1年、2年，不断的深耕你的认知，不断的分享你的价值，我保证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唠叨这么久。这本书《目的与利益》建议大家去读原著，去感受那种冷静而坚定的力量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建立艺人公司，或者是如何提升专注力的实操细节，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下期见，去做那个掌握自己命运的人。